特朗普对普京下最后通牒，美欧1.4万亿交易锁死俄罗斯。乌军升袭俄本土3大战略要地，普京海军节沦为战时危机日。克里米亚接连大爆炸，俄军高级指挥官阵亡。北线突围，乌军4万大军怒扫苏梅战场，俄前线全面崩溃。乌军夜袭敌后据点，斩断补给链，俄陷双重危机。无人机猎杀，坦克成火球，乌军反击如地狱开门。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事，我是雨桐，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7月28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苏格兰公开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强硬警告，必须在10至12天内结束对乌克兰的战争。这一表态是在特朗普与英国首相基尔塔斯莫于特恩伯里会晤期间做出的。他表示，我将从今天开始设定一个新的最后期限，只有10到12天，我们没有理由再等下去，战争没有丝毫进展。这一最后通牒标志着特朗普对克里姆林宫耐心已尽，就在几周前，他还承诺给普京50天时间促成和平协议，如今却大幅压缩至不足2周，显示局势正迅速逼近临界点。7月27日，特朗普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苏格兰会面，敲定了一份堪称地缘重塑的历史性协议，涵盖关税、能源、军事与投资4大核心领域，总金额高达 1.4 万亿美元。这份协议不仅加深了美欧经济捆绑，更对俄罗斯构成了系统性战略打击。根据协议，美欧之间统一实施 15% 的双边关税，但欧盟方面给予美国产品零关税待遇，形成实质上的贸易单向让利。作为交换，欧盟将斥资7500亿美元大规模购买美方能源产品，包括石油、LNG 液化天然气和核燃料，并投入6000亿美元对美投资。此外，欧盟还将采购数千亿美元的美制武器，这些军火将部分直接援助乌克兰，强化前线作战能力。德国总理默尔茨称该协议避免了不必要的跨大西洋摩擦，而冯德莱恩则直言，欧盟将彻底摆脱俄罗斯能源依赖。原定2027年完成的去俄能源化目标将因此次协议而提前实现。这笔交易的深意远不止经济层面，它标志着欧洲在能源和安全领域的全面美化，也宣告了欧盟对欧洲战略自主幻想的终结。法国总统马克龙等人曾主张发展本土军工体系，但如今欧盟各国选择大手笔购买美制军火，实质承认了自身在军事工业上的结构性短板。过去3年，欧盟一边援助乌克兰，一边仍大量采购俄罗斯能源，让莫斯科暂时财政稳定，兵源充足。实际上，欧盟在能源上的支付远超对乌援助，间接为俄军提供了弹药和燃料。而拜登政府当时因环保政策限制，未能释放足够美方产能填补欧洲缺口，也从未真正触及俄能源出口的命脉。这一次，特朗普的硬交易让局面彻底反转，欧盟不得不在美方压力下，一边断油俄罗斯，一边输血乌克兰，彻底改变了原本左右下注的模糊姿态。可以说，这场交易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第19轮对俄制裁。它不是象征性的政策声明，而是能源、军火、资本3重封锁俄罗斯的实质性举措。上个月，加拿大网络安全中心与美国 FBI 共同发了一份严重警告，说几个月前加拿大几家电信公司被害，与之前那个超有名的盐台风事件类似。当时有9家美国电信被入侵，数百万用户资料被盗走。
所以专家们提醒大家做好各自安全，重点之一就是不安全的 VPN 千万不要用，建议大家选择有良好口碑、严格无日制政策，而且有第三方独立审核过的 VPN。我们节目的合作伙伴 Surfshark VPN 就完全符合这些标准，而且 Surfshark 还通过了4大审计公司之一德勤 Deloitte 的审查，证明它确实做到了承诺的无日制政策。如果大家在咖啡店、机场使用公共 Wi-Fi， 打开具有军事级加密技术的 Surfshark， 它就能帮我们隐藏 IP 加密数据，并在电邮或账号密码泄露时立即发出警报。还有啊， Surfshark 速度快，不限装置数量， CP 值超高。现在点击我们视频下方的专属连接 surfshark.com/warroom， 或用优惠码 warroom 购买，还可获得额外4个月服务。感兴趣的朋友快去试试吧。近日，乌克兰对俄罗斯本土发动了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最猛烈的一轮无人机攻势，目标直指俄境内核心城市与军工枢纽。战略重地列宁格勒、伏尔加格勒、斯塔夫罗波尔、莫斯科和罗斯托夫等多个联邦主体同时遭袭。俄方一夜之间宣布击落99架无人机，但多地实际受损严重，空域和后勤体系陷入混乱。普京本人也躲不过战火阴影。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隶属于俄军工系统的信号无线电电子工厂成为乌军重点打击目标。该厂负责生产俄军电子战系统、雷达导航与导弹通讯核心设备，被视为俄军战场指挥与反制能力的关键支柱。乌军出动3架无人机精准打击目标，其中2架为安196纽地型，另一架疑似伊朗沙赫德仿制机。袭击造成设施严重受损，迫使该厂停产，预示着俄前线在通信与电子压制方面或将陷入困境。7月27日，普京在列宁格勒州出席海军节活动，并检阅7月风暴军事演习之际，乌军对该地区发起空前规模的无人机袭击，成为此次攻势的高潮。列宁格勒州多个城市，包括加特齐纳、沃伊斯克维采村等地纷纷响起爆炸声，普尔科沃机场被迫关闭，100余航班延误，现场一度陷入瘫痪与恐慌。据俄国防部称，该地区当天共击落51架无人机，但即便如此，残骸坠落工业区，造成局部破坏，凸显俄防空系统在饱和攻击下逐步吃紧。尽管面临混乱局势，普京仍登舰完成行程，以强硬姿态回应突袭，但从现场调度和安保压力来看，乌军此举成功在政治层面制造巨大压力。另外，伏尔加格勒的10月火车站遭遇夜间空袭，多架乌军无人机精准命中车站及附近交通枢纽，引发大规模爆炸与火灾，铁路路线严重受损，多趟列车停运，俄军运输线被迫中断。这已是伏尔加格勒一周内第6次遭无人机袭击，连同周边奥克加布尔斯基的电力系统亦被破坏，显示乌军已将其锁定为打击后勤心脏的固定目标。此次空袭还波及普京核心团队，因列宁格勒州机场被迫关闭，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与总统助理9名的航班被迫延误2个小时，反映出乌克兰打击俄高层后勤调度的能力与意图正在快速上升。此次多点高频连续的无人机袭击行动，展示出乌军日益成熟的远程打击体系与目标指向性。从电子战军工设施到后勤交通枢纽，再到影响总统行程的战略要地，乌军已不再满足于战场防守，而是正全面转向敌后战略猎杀，打击俄军资源调配、指挥系统和民用信心。尽管俄方高调宣称击落99架无人机，但卫星图像与社交平台信息显示，实际损害远超俄方通报。斯塔夫罗波尔军工厂全面瘫痪，
伏尔加格勒补给链中断，列宁格勒陷入恐慌。这些并非骚扰式袭扰，而是一次系统性战略打击。俄乌冲突持续3年多，俄军在这场战争中消耗巨大，防线被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势不断撕裂。日前，乌军对俄罗斯本土的袭击规模创下开战以来的新高，直接导致莫斯科4大国际机场陷入瘫痪。更严重的是，乌军还针对俄铁路等交通枢纽发动攻击，令俄罗斯的后勤体系陷入瘫痪。乌克兰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科瓦连科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瘫痪空中交通只是开始，乌克兰的目标是彻底摧毁俄罗斯的战争机器。此次无人机攻势暴露了俄军防空系统的致命弱点。乌军采用蜂群战术，大量廉价自杀式无人机蜂拥而至，消耗俄方昂贵的防空导弹。俄军铠甲 S-1 等防空系统雷达类型单一，难以识别塑料材质的无人机，拦截率大幅下降。更有知情人士指出，若乌军携带电磁脉冲弹、石墨炸弹等武器，可能导致俄罗斯关键地区大范围停电。此外，北约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情报支持，直接为乌军无人机导航，帮助其精准规避俄军防空网。这种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不仅打击俄军实力，更在心理层面制造巨大恐慌。随着无人机群扑向莫斯科，2150万市民的日常生活秩序已被严重扰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上平静表示，俄方必须做出决定，尽一切努力实现停火。就在俄乌双方准备开启第3轮谈判的同时，乌军无人机便再一次行动。面对此局势，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今日在采访中罕见表露无奈。他说，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次孤军奋战，无论是1战还是2战，我们都有盟友，而今天我们一个盟友也没有。此言一出，迅速引发争议，有人质疑其言不由衷。若真是对抗整个西方，俄罗斯还能撑到现在吗？再者，没有盟友，那某些铁杆小伙伴算什么呢？更关键的问题是，哪个国家愿意和一个以武力为外交底色，动辄威胁他国主权的政权结盟呢？突发消息显示，7月28日晚，俄占克里米亚多地接连发生爆炸袭击。根据 MASH 报道，乌克兰发动了新一轮无人机打击群，向克里米亚发射大量无人机和导弹，造成多处剧烈爆炸。现场视频显示，克里米亚上空出现多个火球，浓烟滚滚，黑海海域也能看到明显的火光，局势紧张升级。此前，克里米亚当局颁布了禁止民众拍摄遇袭现场的法规，导致相关视频流传明显减少。与此同时，在乌克兰南部的敖德萨，乌军在海岸附近成功击落了一架俄军 Shahed 无人机，显示黑海区域的冲突正迅速升温，双方在该海域的对抗愈发激烈。据乌克兰霍尔蒂恰集团军指挥部通报，俄军在哈尔科夫州大布尔卢克方向的攻势遭遇重大打击，乌军成功击毙俄军第69摩托化步兵师第83团指挥官列别杰夫上校。他在指挥俄军向沃夫桑斯克以东推进，试图深入大布尔卢克地区时，被乌克兰守军精准打击，阵亡当场。大布尔卢克方向是俄罗斯近期自北方边境试图突破乌克兰防线的主攻点之一，俄军持续在该方向集结兵力。然而，指挥官的阵亡预示其攻势已受严重挫折。另外，乌克兰苏27战机日前在哈尔科夫地区的皮西查内投掷美制 GBU-62 精准制导炸弹，摧毁俄军藏身的地下设施。另外，目前乌克兰情报部门已经监测到约70架无人机活跃在其领空，其中大多数集中于切尔尼戈夫州一带。军方评估称，这一批次无人机可能包括侦察机和攻击型 FPV， 预示新一轮空中与电子战交锋即将打响。
乌防空部队已启动高等级警戒，部分 NASAMS 与爱国者系统进入备战状态。乌克兰在北部战线持续发动反攻，战火近日集中爆发于苏梅地区，前线形势急剧升级。最新情报显示，俄军在金德拉季夫卡方向已遭遇严重挫败，被迫全线撤退。乌克兰部队正向更深处推进。据俄罗斯军事记者披露，乌军在成功收复金德拉季夫卡后，并未停下脚步，而是迅速将攻势延伸至奥列克西伊夫卡一带。乌克兰第425突击团和 SOF 特种部队展开昼夜攻势，不以大量自杀式无人机 FPV 空袭，对俄军阵地造成重大打击。俄方 Z 频道与多位军事博主也证实，俄军在金德拉季夫卡遭遇惨重损失，目前正面临防线全面崩溃的风险。部分亲俄评论员罕见承认，俄军已在奥列克西伊夫卡村外围被乌军压制，局势正在迅速恶化。据情报估算，此次苏梅战线的反攻，乌克兰共动员约4万名精锐部队，对俄控区域发起了规模空前的压力攻势，令俄军多个单位溃败，尤其是第30摩托化步兵旅、第155与第810海军步兵旅损失惨重。目前，苏梅前线已成为北线最激烈的交战区之一，乌军正借由地面推进、特战突袭与无人机打击等多维手段，逐步重夺战场主导权。各方评估认为，俄军若无法迅速稳住阵地，整个北线战局恐将发生根本性转变。近日，乌克兰军队发动了一场战争爆发以来规模最大、最深入的敌后空降突袭，直接打击俄军南线关键补给线，引发俄军后方动荡。据悉，执行这次高风险任务的是乌克兰第7空降军第25空中突击旅的一个加强营。该部队在周密部署和长时间训练后，于夜间乘多架运输机从乌克兰本土秘密起飞，并成功突破俄军防空网路，在顿涅茨克地区俄控区完成空降。为掩护运输机编队，乌军电子战部队提前对俄军雷达与通信系统实施干扰，开辟电子走廊。此次空降作战的战略目标极为清晰，切断俄军第8近卫集团军第150师的3条关键后勤补给线。这些线路被认为是俄军前线维持作战的生命线，一旦遭破坏，将对整个南线战局构成致命冲击。空降部队一落地即分兵多路，快速渗透至俄军补给枢纽。他们携带了大量携带型反坦克导弹、定向爆破装置及精确制导炸弹，重点打击运输车队、桥梁、道路节点和临时仓储点。据乌军战报，多辆俄军装甲运输车和燃料补给车被击毁，数座小型桥梁被炸断，造成物资补给链条中断。俄军前线部队面临断粮断弹困境。为遏制乌军的突袭，俄方不得不从前线抽调兵力回防，导致其正面战场压力剧增。俄军部队接连传出混乱情报，一度出现错判与调动混乱。乌方消息人士称，此举不仅扰乱了俄军后勤调配，也极大削弱了其正面进攻能力与士气。此次空降行动标志着乌军作战思维已从守反击阶段进化为主动猎杀供应链。在未完全掌握制空权的情况下实施敌后空降，代表其部队已具备高度机动性、隐蔽性和多兵种协同能力。此外，该行动也让俄军战线稳定、后方无虞的幻想彻底破灭。俄军需紧急调整后方防御体系，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面临两线作战的压力日益加重。在乌克兰顿涅茨克战区，俄军对西维尔斯克方向发起大规模机械化进攻，动用了包括6辆主战坦克、6辆 MTLB 轻型装甲车、3辆装甲运兵车、14辆军用车辆及41辆摩托车等重装备。面对猛烈攻势，乌克兰第54机械化旅与第81空中机动旅迅速抵达前线，配合使用 FPV 自杀式无人机与海马斯火箭炮系统，
成功阻止俄军推进。战报显示，多辆俄军坦克和装甲车辆在接近战场前已被乌军精确摧毁，显示乌方前线联合作战体系成熟高效。无人机的先期打击严重削弱了俄军装备，导致其攻势全面失败。战斗视频表明，俄军约 90% 的装备被毁，步兵损失超过1个连队。乌克兰国防部随后发布官方战果，确认俄军此次溃败。与此同时，俄空军轰炸机正在进行大规模调动，疑似为即将发动远程打击做准备。2架图95战略轰炸机已从奥莱尼亚空军基地起飞，并有图95与图160机组从恩格斯空军基地升空。而在利曼方向，乌军在蒂博罗瓦发起反攻并夺回部分失地。尽管俄军在谢列布良卡森林北部升起了国旗，象征占领，但该地无定居点，地形以河网沼泽为主，战略意义有限。另外，波克罗夫斯克本是个普通村庄，如今却成了决定乌东战局的关键战场。一开始是废墟，现在是焦点，接下来大概率是纪念碑。最新消息显示，乌军于东北方向成功发动反攻，暂时稳定局势。与此同时，过去1年半中，乌克兰已在波克罗夫斯克以西悄然构筑起一条纵深防线，依地形不同，距离线前线约5至14公里不等。这道新防线距离2014年战争爆发时的俄乌接触线仅68公里，而距首都基辅约600公里。从空拍图来看，波克罗夫斯克早已荒凉的像末日游戏现场，连条流浪狗都懒得串门。乌军霍尔地下部队死守阵地，而俄军中央集群倾巢而出，2个集团军、4个独立师、8个旅团，兵力多到能包围一个小国家。乌军也莫示弱，一度调集15个旅作战，目前仍有12个旅坚守。豹式坦克、炮兵营、机械化部队轮番上阵，仗还没打完，光编制名称就够将军点一早上兵。而俄军的推进更像是全军搬家演练，每天在别人的村庄溜达，对外号称特别军事行动，听起来像去邻居家换灯泡，结果灯没换成，把房顶掀了。近日，简中自媒体疯传俄军空降波克罗夫斯克，乌军5万人弃城撤离，甚至称俄军已完成占领。这类说法一时间引发巨大轰动。但据多名俄乌战地观察员以及权威机构 ISW 最新卫星图核实，此类报道完全失实。目前，波克罗夫斯克主阵地依然牢牢掌握在乌军手中，连外围大部分阵地也未被突破。俄军最近的一支部队距离市区仍有3公里，其主力集中在西南方向，东北部兵力稀疏。而在南部设甫琴科区域，俄军还在7月27日遭到乌第155旅迎头痛击，几乎损失所有进攻载具，被称为自杀式冲锋。乌军霍尔地下集团发言人特雷胡波夫明确指出，当前俄军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确有局部推进，并试图形成包围，但其并没有足够兵力发动正面攻城。俄军目前的战术是通过3-5人小组渗透前线，以连续骚扰式疲劳战方式压制乌军，但效果极为有限。事实上，波克罗夫斯克外围筑有5道坚固防线，目前俄军连第1道都还未越过。若想攻破这些阵地，俄军需承受数十万级别伤亡，而如今俄军主力早已不复当年在巴赫穆特的精锐水准。至于所谓空降战城的说法，更是违反基本军事常识。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空降意味着自杀。当前俄军连苏35都只能在远距离投掷滑翔炸弹，根本无法护航运输机深入敌后实施机降。而乌军防空网密布，俄空降部队想要抵近投放，简直是幻想。如此荒诞的叙事为何仍能流传？因为一些亲俄自媒体正在用信息战弥补战场上的颓势，炮火打不赢，就靠键盘造胜利。他们不断捏造空城占领乌军投降这类剧本，试图在舆论场上营造俄军优势，扰乱视听，打击乌军士气。但谎言敌不过前线真相。真实的波克罗夫斯克战况是，乌军仍在坚守，俄军尚未突破防线，攻城更无从谈起。好的，
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